从这阵做最短10个大一路打到最后面。好，5个人僵局一阵子之后呢，这手牌又很有趣，因为我有看过上集朋友们应该知道说 ，COA 的玩家很喜欢一些特别战术，就是 limp 很多范围，那他玩的范围真的是超级宽的，就真的是一个娱乐玩家来享受这场比赛。啊，这把小盲玩家跟住，我在当晚拿到7对20BB， 这个地方我想过，如果我加注或是 all in 哪个比较好处理呢？我觉得 all in 最简单，因为死钱也够多。这集是岘港 USOP 系列赛最终回上集开箱饭店与比赛会场，还有首战第一场 High Roller 最短码一路打到最后 Final 5人的手牌分析。还没看过的朋友们，记得先回看上集。这一集将是 USOP 最终回，到底最终5人到 HU 对战了2个小时以上。清晨6点才分出胜负的冠军，有什么精彩的火花，都在这一集将跟大家分享。同时还有参与了 Heads Up 赛事，打到最后2人的花絮。岘港又有什么必吃的宵夜海产，还有晚餐法式餐厅，最后还有小嘉宾的登场，都在这一集的分享咯。我们从这阵做最短10个大一路打到最后面。这5个僵局其实决赛做最关键，像刚开始8个人，因为我们8个人开始，然后那时候僵局很久，因为大家均码都在15到20个大嘛。后来我们来到5个人的时候呢，大家要均码落在15到20，又有10个 BB 的玩家，大家都不想在这时候出局，所以这个时候你其实选牌跟调整跟开跟偷盲非常关键。如果你能比别人更小心一点，更有耐心一点，更好一点。这场比赛是大概2000多美金买入，100左右人参赛，然后剩下最后5个人，从奖金圈你可以看到至少20多6万起跳，一路到第一名130多万，那这是越南盾大概乘1.5左右，所以第一名大概将近台币是150万多，然后美金是5万多美，那就来今天的这一集了。好，5个人僵局一阵子之后呢，这手牌又很有趣，因为我有看过上集朋友们应该知道说。COA 的玩家很喜欢一些特别战术，就是 limp 很多范围，那他玩的范围真的是超级宽的，就真的是一个娱乐玩家来享受这场比赛。啊，这把小盲玩家跟住，我在当晚拿到7对20BB， 这个地方我想过，如果我加注或是 all in 哪个比较好处理呢？我觉得 all in 最简单，因为死钱也够多。但如果我加注被跟下来，基本上没有位置的情况，7会超级难处理这个翻牌后的。然后就很顺利有这把牌 all in 之后就收下底池，那我马上可以维持在20多个大盲。记得这把牌我在 button 拿到 Q10 红花，我开注，好，大盲跟注跟我单挑 ，flower 开了 Q high ball， 我这里有一个顶对，但我觉得在这边去控2条街比较好，因为我们2个筹码都是最多玩家，有几个比较短码。如果让他打光，我是强做或者是强补牌，我的波动可能会大一些。那当然，我觉得这玩家的抵抗范围是非常宽的。我去过牌来讲，也可以留下来他很多 bluff 的范围。那当然，这把 flop 我也可以下注去跟他拼，也是可以接受。但我决定选择过牌。双方过牌之后呢，他在 turn 这边跳出来去做一个下注，那我就在位置轻松跟注。好，我就跟住，那他秀了 Q1 对我的踢脚比较大，所以收下这个非常关键啊！我从我们双方在20BB 的一个状况，这把结束我来到34个 BB， 意思是什么？我重回反到这场比赛的 Chip Leader， 我可以开始针对这个码量的一个很大的差距，就是中间玩家去进行更多的开注，然后有机会争夺到更多的筹码。当那手 Q10是一个关键的一个这场5个人僵局的转折点之后。我现在开始很大的空间可以玩很多手牌，然后这把牌我在 CO 位开注，小盲玩家果然超宽，他继续抵抗。那大盲玩家这把同色非常好，他跟住，然后继续这个 flop 呢就很舒服顶对，做了下注，他们都没有关联，都全部盖光。桌上码量要一直看变化，像刚刚这个码量表都有不同，会影响到接下来所有的决策跟所有一些对比。好，有趣的是，我们刚刚这把赢下来之后，码量变化就会一直有不同，所以你要不断的去观察。说码量的状况，因为如果假如我们不是多码，我们是中短码，那也会有因为 ICN 的差距、码量的差距，范围会有很大的一些影响。好，这把牌很有趣啊！我在开注 COA 之后呢，对手就是跟住一个 A6在小盲超级宽范围，然后 flop 我做了小4倍保护我8一对，然后他做一个 check raise， 他 check raise 当然不会说 raise 就一定有中嘛，所以我还是要跟了之后 turn 掉了9 2 pay。
然后这边我中途陪他丢一颗筹码出来 ，all in snap call 我们秒跟，然后他秀了 A6O， 所以他范围玩的实在太宽了。他这个手牌其实翻牌前不相信我们人来讲的话，去3B 我们或者是他 all in 10几个大盲都会比他用跟注打翻牌来的好。那这边我们就看 River 开的什么牌。好，开出来之后收下这个巨锅，这手牌让我的筹码瞬间冲到超级驱力的，意思是什么？现在赛两个码比较短的，那我的空间就会在这时候去产生很大的优势。好，那这把牌结束之后，让我可以很大的概率是做2王1，然后我要把握这个时间点去把筹码去累积更多。这把开注之后呢，大盲抵抗是3人桌。然后它只有8个大盲左右，然后我就看看最后的2张，好，就非常顺利，就都没有开出来，所以马上进入到现在的单挑的阶段了。玩一阵子 ，OK， 很开心。你看外面，白天，这应该是6点吧，快要6点了，清晨6点。我等下回去22睡醒了。吃个早餐再睡觉好了。好，进入到最后的单挑 HU 其实最重要一开始呢就是要看一下码量。那我这个码量呢，可以看到的是，好，码量差距非常的悬殊，大概是5.5比1。我在我的生涯里面有逆转过5.5比1，就是我是最短的一个倒过来的角色。我逆转好像1、2次，然后最后拿到奖杯，就是有小比赛的，也有一些中规模的，但我好像在我的生涯里面没有被逆转过，所以呢，其实在这个阶段我没有人想要被逆转，因为被逆转的心情会超差，尤其是你是500，那个是落后的，如果是1的那个人，其实你输了是觉得很正常，反而会觉得很爽，但是领先者我真的是倒是没有发生过这件事情，也不希望这场比赛会发生。到底会不会发生呢？我们看下去。好，在进入这手牌之前啊，大概发生了好多手牌，就来来回回，就是13、92、K7、A5，就是一直来来回回的 Open 4 Call 4啊，来到现在这手牌。那这个手牌呢，对方开注我跟注，然后 Flopper 我中了一对带顺，双方3张过牌。然后 turn 我这里做一个小下注，那我码量牌的差距非常悬殊啊，所以每手牌。只要一来来回回的一个 open 一个赢，然后加上在深盲来讲的话，我的优势就会越来越大，因为对方就必须找一手 all in， 但我可以有很多空间找非常好的机会去跟他玩。好，这把我看出他跟注之后呢 ，Flopper 我中了一个 Turbo Card 带花超级强的，我下注小注码他跟注，然后 turn 掉9 diamond 我中 nuts， 结果他在 turn 立了一个小注码。而且他后手剩下7 BB， 这要做的事情，其实在过程当中要表现的非常不舒服，而且你打现场的 life， 这些tempo 啊，跟过程的感觉啊，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啊。跟注之后 River 开 K， 这张 K 也没有很好，因为这张 K 会让他减少超多的机会去炸唬我们。因为你可以看到这手牌，他打 turn 来讲的话 ，River 只要开旁边跟左右的牌，甚至可能是压一花。他的策略应该就是要 all in bluff 我们的，对。但这场来到 River 这个比赛来讲，我就是 all in 的，他有中就会跟，不会中我打多少基本上都很难跟下去，所以他掉 K 就没有帮到我，他就该拍。接着进入到这场比赛的第一把的赛末点，我们快来看一下，对方 all in， 我 Q10 easy call， 结果3张他吐飞还不错，我还有 outs。转牌，我就in day 了，所以让他先翻倍回到16 BB， 又回到一个大概5比1左右的码量，又要再磨一阵子了吧。好，这把牌有趣啊！我开出之后呢，flop check， 看他打小注码，我跟River 呢再次的 check。那这牌我 King 开始给修档了，所以不用去太过度的一些 over bluff。然后有趣，我看他是 K6。我一直在很认真看，你可以看到我的这个直播画面有趣，我就一直在认真看牌。然后，我的踢脚是输的，你可以看到这边可以就是说开牌看。你看我就是一直在看，
啊，6用得到，所以吃掉这个底池。然后休息之后的局面呢，就来到了8升7 BB， 那基本上就是一手牌，看能不能先跑过。最后几手牌盲注也上去了，那我 AJ 也玩到 QJ 也 all in， 然后接着来到最后一把的赛末点，我就是 A7， 对方就没有筹码了 all in 95，登录之后呢，就来看是不是最后一手牌呢？好，5张发完之后顶住了，Let's over。所以在这场越南的开幕赛很顺利啊，就是这个系列来讲，一开始就拿一场的冠军，第一场获胜。看到这边，今天是我们越南的最后一餐，在这边吃的最后一个餐点。好，那其实这一次也是我第一次打直播桌，从最短码一路打到冠军，所以非常开心有这样一个记录过程，然后赢到冠军。然后很快这11天就过了，整体来讲我觉得其他手牌是非常多的就是闪闪落落了。那总共到现在我觉得还不错这个系列。这个轮我以为对手会比较难踩，我这轮我真的非常顺，只能说 squash， 就是所有 range 刚好都克到他。明天继续加油！刚刚打完单挑肚子超饿，我查一个越南竟然开到凌晨3点半。然后跑来这里4.9颗星，居然上次 Terry 带我们来吃过的这家餐厅，它就是越南热炒，点个泡泡面，点个鱼，点很多饭也来了，这家真的还蛮好吃。台币100快200，10块到200块左右。我们买的是中资的。沙尿虾。明天几点比赛？11点。你要回家大概3、4点吧，睡一下，去 fighting 打一整天，还有 High Roll 要打。Good luck to me。总共吃了6个菜，2颗椰子，多少钱？110万。110万。对，大概台币多少钱？大概1400、1500左右啊。对啊，超便宜的。谢谢你。他们厉害啊，都会中文，所以很方便。我觉得有快1000万。All right, from Taiwan, the well-known player for his aggression, Nevin Chang. 一场单挑比赛，然后最后我们跟韩国的这个 Buster 去单挑。好，我们打完了6个 level， 一个 level 15分钟，然后下中场休息。然后我们筹码一开始就是输了一些帕，然后掉到落后大概20到30%筹码，然后我们最后现在打回来，领先到大概总筹码快20%。那很有趣，是因为这比赛跟一般的打到最后决赛桌不一样，是因为它是一直都单挑比赛，所以没有 anti， 所以没有 anti 的 gain 呢，尤其这个结构一开始是什么200多 BB， 然后慢到150、100 BB， 所以其实很多 spot 有可能有些可以偷鸡，有时候你要去做，但是在这种结构之下，我觉得更该去玩更多牌，去了解对手。然后我觉得关键在于。前面先磨耐心，然后我觉得时机正确的时候，在要掉到100 BB 到80 BB 之间的时候，就开始你要去调整更多的进攻了。所以我觉得前面简单的就是先打紧一点，看状况了，能偷小的偷小，然后有时候偷大，啊有时候去 value 的 value， 然后了解对手之后呢，我就做一些机会高一点的，不然你去一把前面操作太夸张的话。马喷光也不太好，所以我觉得就是 keep going， 等一下希望可以 run good。到最后一手牌，我们玩了非常久，玩大概也快2个小时。然后我们筹码一直都属于领先的，然后后面最后几手牌，他赢了一手牌之后呢，我们来到马量将近1比1，然后最后一把牌快不到30个大盲，我们 A10 Diamond， 他 King Queen， 我们翻钱打光，然后 Flop 开了2张我们的 Diamond， 他只剩4号，然后 River 就发出这张4号。我们就没办法拿到2座冠军。不过呢，这整个来讲，我觉得是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特别的体验跟这个经验。那当然这么多牌当中，可能没有办法每一步跟大家分享，因为都比较零零落落散散的。比较印象深刻的是，反而不是赢到冠军，而是关键先跑马没有过。像我们一场$5000的比赛，非常大的底池，就是2倍以上的均码，我们圈输 AK。然后以及有一场3000多的 High Roller， 我们也是进了前圈之后 ，AK 输10 JJ。那以及还有一场1万枚的比赛，我们被2号、3号都有发生，所以其实就比较可惜是那些大帕，就是最后 Final 2、Final 3有进了前圈之后，跑过那把，我们就有再有机会可以进到 Final Table。对，然后反正就这次比赛就是这么有趣，人人都有机会可以超车，人人有机会都可以去翻盘。人人都可以賭神。那我刚刚来这边吃饭的，今天最后一天也打一场 High Roller，
那我们准备要进前圈了，29人，我们剩39人。那这个时候我们 KK 输一手 Ace Queen， 那他中了 A 在 turn 上，所以这把牌我们掉一个2倍军马，我们就输了。赢的话，我们非常有机会进前圈，可以打很后面啊。这次线上我也没有错过2次的礼拜天，那这2次礼拜天我也有打到最后，尤其昨天有一场 APT 800美的4000多人的 main event， 我打到最后的16名出局了。那最后一手是 S Queen Shooty 跑1对8没有跑过，那大家都马都很短，大概10几个大盲，跑过之后非常有机会可以争夺36万的第1名的奖金。啊，在另外一场有一场3000的 High Roller， 我们也是在第15名，所以就整体来讲，我觉得所有战绩都还行，还可以接受。虽然有些没有跑到最后，没有弄到最好，但是这就是扑克比赛，我们要去奋战下去。这趟 Nevin 除了有跟朋友来个健康早晨约会，体验第一次在岘港打高尔夫球，最后一天则全家一起品尝了距离比赛会场不到10分钟的 Sea Dining。法式无菜单料理，餐厅没有冷气，但服务跟餐点都非常的精致与美味。虽然是 Nevin 不幸豪客赛全出局才能够让全家吃到，但也让我们一起吃顿好料，画上旅程的完美句点。OK， 那到这边希望你们喜欢我的影片，喜欢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开小铃铛。Stephen， 拜拜。